来使用 Unreal 软体。Unreal 软体的话，在启动器这个地方直接点击你要的版本哦。那我们目前只有装一个版本。那如果你有好几个版本，就点你要的版本哦。那也可以透过这里来选择你要的版本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只有这个版本，这个我就关掉了哈、哦。那直接按下启动，这样就开软体了。好，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你 Unreal 装完之后啊，在桌面上会看到这个捷径，点这个也可以，它就不用点启动器。但是有启动器的话，就可以透过启动器来下载一些资源跟做学习。哦，那你如果直接点击桌面上这个捷径，它是直接开启你已经预设装好的那个 Unreal Engine 的软体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正在启动。那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比较久，因为它现在载入一些资源。哦，那这边等一下，这边等一下。那另外启动器它会关掉哦，所以我透过右下角这个地方点2下让它打开，但我们再来对照哈。刚才是透过这里启动的哈，那启动完之后它会弹出这个，哦，那这个我先把它收起来，这样，哦，它会弹出这个，一开始会有这个界面，那透过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来开新我们的专案。哦，好，那首先我们认识一下这个界面，那预设这个界面是英文版哦，在 Unreal 里面呢，它有中文版跟英文版可以切换，那这个要开进软体里面才能够做切换哦，所以我们先认识界面，那待会我们再跟各位讲怎么切换语系。好，那这个是启动器哦，分清楚哦，这个是启动器，这是软体，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哦。好，那这个我最小化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这里是目前已经做过的专案会列在这边，那目前我们都空的，没有装什么东西，没有建立任何专案，所以这里是空的。那再来选游戏。那这边就是右边就是它的选项，选这里右边就是它选项哦。那我现在选游戏，在 Unreal 里面呢，它可以开发游戏，可以做电影、电视广告，也可以做景观导览，也可以做汽车导览跟汽车相关的动画，也可以做模拟行业。所以 Unreal Engine 它不只是做游戏这一件事，它可以跨足影视动画、建筑、景观导览，还有一些汽车的一些装置，还有模拟这几个行业哦。所以 Unreal Engine 它已经不是一个游戏引擎的哦，可以做各行各业哦，都会包在这里面。那目前我们是要来做游戏开发，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。那以后你可以做电影的话，这边有很多的模板哦。那我们以游戏为主。那在游戏这个地方，它会有几个模板哦。第一个就是空白的，它会给你一个大场景。哦，然后再来这个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，那这边有说明哦。这边之后，如果你阅读比较麻烦，你可以切换成中文版，就会写中文了。哦，好，然后再来是第三人称的游戏，还有上视角，还有汽车模拟，还有做 AR、做 VR。你要开发游戏，只要选这个模板进去，基本上的 VR 功能都帮你做完了，你只要连接头盔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射击游戏的功能都帮你设好了。哦，好，那这边我们一开始先认识环境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，所以我们选这个，选这个。哦，再来 Unreal 开发游戏的语言哦，有那个 Blueprint 用蓝图视觉化的方式开发，也可以用 C++ 写程式。哦，那目前如果是美术师，那不会写程式，那建议都是用 Blueprint。预设也是 Blueprint 用蓝图的方式来写程式。然后再来目标平台，你要开发桌机游戏还是手机？哦，这是桌机，这是手机。哦，好，那目前预设是桌机，那品质是最好的，还是桌机就用这个，手机就用移动式的小一点的。然后 Starter Content 就是初学者内容包，这个我会建议打勾哦，他开始把一些初学者该用的东西给各位，所以这边我就会勾。然后光机追踪，这牵扯到显卡功能，显卡太低或者是不支援这个功能的话，你打开会让你的游戏引擎变更慢，对电脑负载更重，所以这个平常没必要都不要勾。所以这个初学者内容包有需要勾，预设你不勾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先不勾好了啦，这边我都不勾。然后你的专案要放在哪里？这个目录就是专案的目录。那这个专案目录要放在空间比较大的硬碟。那这里我会放在我们这边的低槽，因为我们 C 槽会还原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低槽。那低槽我这边会开一个资料夹，叫做 Unreal Project， 所以之后的专案我会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按下选择，所以路径就改到低槽。所以平常在做东西的时候呢，不要放在 C 或桌面，因为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你资料就不见了，所以放在低，然后用一个
资料夹取名叫 Unreal Project 哦，这样以后再找东西比较好。然后记得这个路径不要中文，不要中文，因为这条路径跟这条路径中文的话，以后游戏打包会出问题。哦，好，然后再来你要开一个专案名称，哦，那我就取 My Project， 哦，那再加上今天的日期，哦，今天是这样，好，然后在命名这些专案目录名称的时候，有一个规则要注意一下哈。第一个字不能数字，好，你数字它就跟你讲，哎，不行，它有一些规定哦，所以注意一下，当你打上那个东西的时候不行，它就会警告，好，所以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，好，然后 dash 不行，好，还有特殊符号，像百分比不行，还有像这个 and 这个也不行，好，反正你就记一个，它如果出现红框白字再警告你，就代表这个不符合它的规范，这个以后打包跟执行游戏上都会出现问题哈。还有记得这一串跟这一串都不要中文，好，注意这件事哦。好，然后下底线可以，好，你可以用专案名称或是日期，或者是你的名字，或者是不同客户来做区分。好，那这边设定完，我们就可以建立专案。我这边已经开进 Unreal， 哦，这是 Unreal 的界面，我们大家认识一下。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哦，启动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总控平台。那我现在按了 Unreal 打开之后，它又是另外一个界面。哦，那这个启动器，当你打开 Unreal 的时候，其实会被缩小在右下角这个地方哦，所以点2下可以再打开哦。所以这2个是不同的软体咯。哦，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认识一下，这是预设给各位的一个场景，我们使用的是第3人称的模板哦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试玩一下哦。那试玩的话，在上面这边有一个播放键，你按一下播放，你就可以来玩游戏了哦。那玩游戏这个跟你在玩游戏是一样的哈、哦，先按右键或是左键确定作用视窗在这边哦，那你按 WSD。我的萤幕会显示我键盘，我按了什么键哈 ？WSD。那你现在靠近这把枪，靠近，它就拿起来了。好，然后移动一下滑鼠，往上移，往下移，往左右移。好，那你要往前走，按下 WSD。好，然后你要射击，按滑鼠左键。好，先玩一下，先试玩一下这个感觉。这个都帮你做好了，你只要拿起来玩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这样，好，然后空白键可以跳，好，然后 WSD， 好，那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如果觉得玩起来不够顺畅，顿的，哦，很 K， 那就代表你电脑对使用游戏引擎这个软体的负载会比较重，哦，所以制作游戏上后面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哦，先有个准备啊，如果跑起来很顺的话，代表你等级很好，不错，那你就好好玩，哦，好，这个是。先试玩一下这个模板，第1人称游戏的模板，哦，然后玩完了之后呢，要离开，按键盘上 ESC 就离开了，好，那玩游戏就按这个按钮叫播放，就是玩游戏，一样会从头开始，好，那确定作用视窗在这边，你可以用左键去触发，或者是右键，哦，就让它确定作用视窗在这边，然后按 WSD 靠近拿枪。然后就开始走到你要的地方，好，射击，好，这是不会动的，就蓝色才会动，啊，其他的不会，像我射这里就没作用，它就反弹而已，它对方是不会动的哈、哦，所以会动的物件就是蓝色这个地方而已，啊，自己对一下，好，不要玩游戏了，就是你可以按我们上面工具列，你可以按上面工具列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离开，好、哦，可是这样离开，好，再按其他键会不好用哦，按 ESC 就好了 ，ESC。就离开了，然后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Unreal 的场景关卡的画面哦。接着跟各位介绍语系切换，我们预设的界面是英文版哦。那你如果觉得中文使用上比较快的话，那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更改整个界面语系。在 Edit 底下一个 Edit Preference 编辑器的偏好设定，在这个地方你从左边来找，它从左边这里点选，右边就是左边这个大项目的细节功能。在左边找到 Region and Language 这个，好，这边就有看到 Editor Language， 预设是英文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拉下来，它就有几个版本哦，简中、英文、日语、韩语，好、哦，那我这边切简中，好，没有繁中哦，就简中哈、哦，好，切了，这样就切换喽。
不用按 OK， 不用按套用，直接按下叉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界面，大部分都会是简体中文。哦，好，那右边选到它，这里也都是简体中文。OK， 好，那你如果切换好 Unreal 关掉重开，那你在开启那个开始新界面的时候，这边就会是中文，这里说明就会是中文。哦，那刚开始是英文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觉得用中文学会比较快，你就用中文。那你日文比较熟，韩语比较熟，你就切你习惯的，好吧？好，所以这边你自己选择。好，再讲一次，编辑的编辑器编号设定，从左边来找，左边这里来找啊，这边找到区域和语言，从这边我就可以切回英文版。好，那切完之后，这个视窗可以是浮动的，你也可以往下拉，你继续操作是没关系，因为它不会说一定要按确定才能够做其他的功能。所以这个面板是这样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好了，直接关掉，所以位置记一下 Edit 底下 Editor Preference 左边 Region and Language， 好，选择简中 OK。 这边我解释一下刚才讲那几个功能。在开始的一个开新专案面板，这边会有一个游戏，那这边的游戏模板的说明在这里，这是开新专案的一个功能。那这边注意一下，专案呢低版本没办法开启高版本的专案。注意这件事。然后再来开一个新的，就从游戏的你的模板选择，你当然你可以选空白的。那你可以选模板。再来下面这些就是第一个，他写程式的话是用纯蓝图还是用 C++。然后再来桌机的部分，然后有没有包含初学者内容包，这个会有一些新手的一些素材，你可以直接使用。那我们刚才开的是没有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是空的。这是预设这个模板的东西。好，这个我们待会再来看。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开，有开你就要勾，有需要你就勾，这样。好，然后视觉化是由这边来控制。好，再来专案这个路径的话呢，建议都要英文不能中文有中文会出问题。好，然后注意专案名称不支援除了下底线以外的特殊符号，下底线可以，其他的不行。其他的符号都不行。然后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，然后支援英文、中文。那这里中文其实有时候可以，但是就是这里绝对不能中文。那可以的话，尽可能避免一些问题，都以英文为主。然后不能超过20个英文字元，中文字就10个而已。好，注意这个开新专案的一些规则跟功能。OK。